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选择的印记。该发现基于自然通讯2026年论文，由约翰霍普金斯等4所大学联合完成。它揭示了掌控感如何改变记忆的编码方式。传统记忆观认为大脑只是被动记录器，但新证据表明记忆是主动构建的过程。选择权会重塑大脑的记忆网络结构，这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范式突破，将对教育、游戏设计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。传统观点认为记忆是被动记录器，存储孤立事件，真实经历是主动构建的情景记忆网络，充满因果与语义关联。这个网络通过因果逻辑和语义关联将事件紧密编织。选择权或许会从根本上改变记忆网络的连接方式。左侧灰色圆点代表被动记录下的事件碎片，右侧彩色互联网络代表主动构建的记忆模式。对比表明记忆不是固定快照，而是动态叙事，这为后续探索掌控感、重塑记忆结构奠定基础。选择权已知能提升记忆数量，但结构是否改变仍是未知。这构成了记忆研究中的建筑学悖论。科学家早已发现，掌控感让人们记住更多信息。然而，数量提升不等于本质改变。一个关键问题在于，记忆的组织方式是否也被重写。这就像问，提高像素就能改变画面构图吗？答案可能是否定的，结构独立于数量。因此，研究必须深入记忆的底层架构。科学家选用互动式叙事作为测试场，受试者在故事关键点做出选择，每次点击生成独一无二的故事路径。这种设计模拟真实生活中的掌控感，它让研究者能精确操控选择的有无。所有选择都被系统实时记录，文本内容因此随决策动态变化。实验由此分离出掌控感的纯粹效应。实验共招募了324名核心参与者，样本规模充足可靠。参与者需要体验2种独立故事题材，分别是冒险和浪漫。每个故事包含169至342个离散事件，节点跨度较大。不同玩家的选择生成了超过100种独特故事分支路径。研究采用逐句自定步调阅读模式，精确记录每次交互。这种设计可以精确捕捉每一次案件的时间与顺序。大样本与多样化的故事题材提升了统计效率与泛化能力。这些参数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，确保结论可靠。实验设置了3种不同的掌控感条件。自由组的受试者拥有完全自主权，他们做出的每个选择都会直接影响剧情走向。伴随组则体验到部分掌控感，系统仅在巧合时同意他们的选择，实际上他们跟随的是自由组的既定路线。被动组则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他们只是阅读别人已经走过的故事路径。浪漫故事中有一半事件被设为共享区域，无论受试者处于哪个实验组，这些文本完全相同，这排除了内容差异对记忆的干扰。科学家可以纯粹测量掌控感的作用。相同文字因选择权不同而产生不同记忆。共享区域设计是实验的核心控制变量，它确保了对比的公平性与科学性。没有这项设计，结论将无法归因于掌控感。研究团队设计了3种关键技术来量化记忆结构。语义嵌入，利用大语言模型计算事件间的相似度。因果网络评级由专家与 GPT-4 共同标注逻辑链。主体间相关性则通过皮尔逊系数比较不同人的回忆模式。这3种方法从不同维度解析掌控感对记忆的影响。语义嵌入揭示了客观语义空间的偏移。因果网络评级的稳定性验证了逻辑基础的牢固。主体间相关性则量化了记忆个性化的程度。这套技术栈确保了实验结论的多角度可验证性。掌控感带来的3大记忆重塑效应已经明确。第一是记忆个性化从大众化走向独一无二。第二是语义空间偏移，重写事物之间的常规关联。第三是相邻事件绑定，将时间碎片粘合成记忆块。该发现表明选择权未增加记忆总数量，但它彻底重构了记忆的结构与内在本质。大脑从被动记录转向主动构建情景记忆。该发现挑战了传统认知科学中的被动记录假设。被动阅读时，人们倾向于记住相同的高潮事件。自由组受试者即便阅读完全相同的共享文本，他们的记忆内容也开始发生巨大分歧。每一条故事路径都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记忆网络。掌控感打破了大众化的记忆模式，这意味着记忆不再是客观记录，而是主观构建。相同的文字因选择的不同而走向不同命运，这是记忆个性化的核心证据。
主体间记忆相关性衡量不同人回忆内容的相似度。被动组的相关性最高，表明无选择权时记忆高度趋同。自由组的相关性显著下降，降至 0.08， 与被动组相比差异极显著，有星号标记。全盘掌控感打破了大众化的记忆模式，它创造了高度个性化的记忆指纹。你的个人决定让记忆网络独一无二。主动选择重塑了记忆的群体结构。掌控感会颠覆大脑的通用语义空间。正常状态下，冰淇淋关联甜点和快乐，但如果你在故事中选择用它下毒这个词，就会被拉向毒药的位置。结果是冰淇淋脱离了原有的语义网络，它附着在与你个人决策相关的独特位置上。这一扭曲表明，主动选择能重写事物间的常规关联，而且这种偏移完全由你的行为路径决定。科学家为每个故事事件计算2种中心度指标：语义中心度衡量词汇概念间的关联强度，因果中心度衡量事件间的逻辑起因与结果。他们用这2种指标测试哪种网络主导记忆。语义网络是密集的蓝色节点，云基于通用关联；因果网络是简洁黄色逻辑流图，基于因果关系。这2种网络代表了截然不同的记忆组织方式。这一测量为后续对比提供了关键的量化基础。自由组语义中心度对记忆的预测力几乎消失，被动组与伴随组仍维持在 0.15 左右。这说明自主选择削弱了通用语义的预测力。掌控感让人不再依赖通用常识来记忆事件，相反，因果中心度的相关性在3组间高度一致。自由组、伴随组、被动组均稳定在 0.2 附近。无论有无选择权，因果逻辑始终支撑着记忆。因果是叙事的底座，不可动摇，且是重要边界。语义偏移的根本原因是决策激活了自我知识。自我知识包括个人偏好、过往经验和内部状态。这些自我知识像染色剂一样渗入当前客观事件，事件的意义被重新赋权，从通用语义空间偏离。掌控感通过唤醒自我，重写了信息的权重。事件被记住，因此不再因为本身重要，而是对你重要。这就是语义空间偏移的核心内在自我参照机制。它解释了为何自由组中语义关联预测力显著下降。相邻编码效应表明相邻事件共享记忆命运。那么，拥有选择权是否会增强时间绑定呢？实验显示，自由组受试者相邻编码效应更强。图中决策点用粗线将左右事件牢固绑定，选择权将前后经历像胶水一样缝合起来。主动选择不仅影响决策瞬间，且辐射时间轴。真实掌控感是这种时间绑定的关键前提。掌控感将碎片事件凝聚成牢固记忆块。自由组的相邻编码效应显著强于其他2组。柱状图数据清晰显示了这一差异。自由组效应最强，而被动组效应最弱。全盘掌控感增强了时间轴上事件的绑定。主动决策不仅影响孤立的决策点，它还会在时间轴上向周围辐射，将决策前后的瞬间紧密缝合在一起，最终形成牢固的记忆块。伴随组经历薛定谔的掌控感，选择有时遭拒。数据表明，当选择被拒绝时，记忆局部骤降。此遗忘针对被拒绝事件，非整体记忆受损。大脑主动切断挫败经历的编码过程。失去控制的瞬间，大脑开始选择性遗忘。该现象仅在伴随组中观察，自由组无此效应。它揭示了掌控感缺失对记忆的惩罚机制。选择权不仅是奖励，也可能带来风险与代价。实验综合模型显示，掌控感重塑记忆的3大支柱：内容个性化，记忆从大众趋同转向高度发散的个人网络；语义自我化，从通用语义空间转向自我参照的权重赋值；时间强绑定，松散的时间链条被粘合成紧密的记忆块。大脑从客观摄像机升级为个人主义电影剪辑师。3大维度共同构成了掌控感下的记忆新架构。核心意义是选择权改变了记忆的本质而非数量。该模型为教育技术与产品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。本研究为教育技术提供了直接神经生物学依据。给学生选择权远不止提升学习动力那么简单，它激活自我知识，重构语义空间，形成个性化理解。学生借助独特网络吸收知识，从而记忆更牢固。产品与游戏设计互动在于赋予改变轨迹的权利。高掌控感让用户体验在时间轴上粘合更紧密，这能创造无法磨灭的产品记忆与深刻体验。
选择权从认知层面重塑人类的学习和体验方式。做生活的驾驶员还是乘客，记忆结果截然不同。主动做出决定需要调用过往经验预测未来，在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决策瞬间，经历被深刻刻印掌控。感不仅是心理感受，更是自我存在的物理基石。这种主动干预让时间轴上前后事件紧密绑定。大脑将决策点与相邻事件缝合为完整记忆块，失去控制权则会导致局部遗忘，如同切断编码。选择权从根本上改变记忆的架构和本质。选择权不仅决定我们的未来，也在重塑过去。记忆的架构从被动记录变为主动构建。掌控感让相同文本产生高度个性化的记忆指纹、语义空间，从通用常识转向自我参照的权重赋值。时间轴上相邻事件被强力粘合为紧密记忆块。这些发现基于324名参与者的互动叙事实验。研究揭示了掌控感如何重写大脑的记忆编码规则。当前局限在于仅在实验室叙事场景中验证，期待将这一原理迁移到教育技术与产品设计中。